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倾慕萧景琰的第7年，我如愿下嫁给了他，可他的心里却始终装着另一个女人。景琰，我们我本是镇国公府独女，本以为背靠家族扶持，恪守妻子本分，替郎君打理好侯府，早晚能误入他的心，却没想到。景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夫人用力啊！用力啊，夫人！夫人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夫人马上就来了。夫人，我也甩了奴婢一巴掌，让奴婢滚，还吩咐小厮要备车去醉仙楼找姓苏的那个女人。又是苏梦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老爷还在想着她呀！夫人这大红了！夫人现在危在旦夕，不管怎样，还是要请侯爷还有个定夺呀！加油，夫人，努力！侯爷，皇上，您终于来了。夫人生了1天1夜，明显一下，请您进去看看她。夫人，女人生孩子不都这样吗？若不是她当初处心积虑要嫁我，现在也不用受这种罪。夫人生了！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本以为的如愿以偿，不过是我一厢情愿，而这一切罪孽才刚刚开始。娘亲，好好玩啊！娘亲，爹爹昨晚进我房间，摸了我的头，还哄我睡觉。你说他是不是开始喜欢我了？悠悠，爹爹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听院子里那些人说，爹爹要带一名姓苏的娘子进门。姓苏，果然，这么多年萧景琰还是忘不了他。悠悠，可能不久之后，我们就要奔赴别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位姓苏的娘子是爹爹的心上人，她既然回来了，侯府就容不下我们了。可是爹爹真的要赶我们走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回来？他可从来没送过我这么好的礼物。我该怎么告诉他，萧景琰开心是因为要迎苏梦瑶进门，这个东西不过是他施舍给儿子的一点补偿。爹爹，你终于回来看我和娘亲了。是他不懂事，还是你不懂？我说没说过，人前人后要称呼我的爵位？我说没说过，人前人后要称呼我的爵位？知道了。侯爷，这明明就是下人对他的称呼。7年了，萧景琰不仅不许悠悠叫他爹爹，还打心眼里这样亲近他。景琰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可悠悠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他是无辜的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？当初你是怎么设计逼我娶你，爬上我的床的？现在又开始拿孩子来威胁。这些年我许你们在侯府锦衣玉食，吃喝不愁，你反倒来说我无情。我同你解释过多次，是你母亲求我父亲去御前，这次闭嘴！我不要听你解释。侯爷，你别吓娘亲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说怎么找不到？谁让你动这个小木马的？果然，有什么母亲，就教出什么样的孩子。小小年纪居然学会偷盗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敢动？
个小木马是他买来送给青梅竹马的儿子的，在他眼里，悠悠就不配得到他这个父亲的一点偏爱吗？悠悠不怕啊，娘亲在呢，娘亲带你回家。娘亲会与爹爹和离。娘亲，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他是不是从来没爱过我们？不是的，是我们不要他了。娘亲带你回镇国公府，回我们自己的家，好不好？可他还从来没允许过我叫他爹爹，我还不想离开。要不再给他3次机会吧？要是他真的讨厌我们，我们就彻底离开，再也不回来。好，萧景琰，我和悠悠再给你3次机会。如果你配不上孩子的真心，那么我们就让你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夫人，您真的要和侯爷和离吗？我已经给家里人写过信了，我先带悠悠回去住一阵子，就当是散心了。反正我是没见过有脸用媳妇嫁妆的训诫人家。要不是这7年来您用自己的嫁妆钱给他们填平烂账，这侯府早就亏空的里外透风了。可侯爷倒好，不但不感激您，还总给您脸色瞧。别说了，反正这一切就要结束了，很快我就要离开这里。落轿。夫人，您瞧，他一娼妓竟然这样明目张胆地从正门进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侯爷明媒正娶回来的当家主母呢。她就是苏小姐吧？长得可真漂亮啊！我听说侯爷当年一心想娶的正统娘子就是她，结果碍于陛下赐婚，才娶了现在的夫人。啊，那岂不是夫人抢了原本苏小姐的位置？我看啊，是因为现在的夫人长得有几分像苏小姐，不然啊，侯爷就算抗旨也不会娶她的。他们太过分了，光天化日，妄议主母，我这就去好好教训他们。算了，不过是公开的秘密罢了。萧景琰这样不冷不热的态度，府里上下哪个人不看他的眼色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苏梦瑶，不愧是醉仙楼的当家花旦，温柔漂亮，从内到外都是萧景琰喜欢的模样，难怪能让他这么久都念念不忘。去安排一间像样的屋子，阿瑶以后的饮食起居都在侯府了。是，夫人，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住进来，要置您于何地呀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要回镇国公府了。真没想到，堂堂侯府抬妓入门，尊卑颠倒，侯爷真是连脸面和名声都不顾了。难道他忘了侯府能有今天，全是您的功劳？别人或许没有能力让萧景琰这样，但他不一样。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没见府中来了新客？侯爷，这么多年，若不是我们夫人出钱出力打理侯府上下，这侯府早就只剩一滩烂泥。您不能就这么迎苏姑娘进门，让她去捡现成的便宜。放肆！就是你竟敢如此同我说话！焦婉清，你不仅教育不好儿子，就连你府中的下人也如此的称我。小爹只是替我鸣不平，你若心中有气，大可冲我来。萧郎，都怪我不好，贸然要你带我入府，却忘记了你早已有了家室。夫人，我实在是无意与您相争，只想求萧郎给我个容身之所，还请您收下我这一半，只我入侯府，给我这个苦命人留一条生路吧。阿瑶，
起来。你既无意与我相争，何必逼我受此大礼？看似恳求，实则胁迫。萧郎，我没有。这府内上下终究是我说了算，我许你入府，我看谁敢说半个不字。既然侯爷执意要苏小姐入内院，那我安排便是。阿瑶，我带你熟悉下院子。萧郎，你整日在外奔波已是辛苦，这内宅的事，还烦请夫人带我去吧。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没时间陪苏小姐。江晚清，带阿瑶回她的住所，交代好府内大小事务，这是你作为当家主母该做的。好。这是你房间的账本和钥匙，你既住在这儿，日后少不了要记一下。管家3年，猫狗都嫌。你以为我像你一样蠢，用尽办法进入侯府，最终却没办法拢住萧郎的心？站住！怎么？被我说中了？我入侯府是来享清福的，不像你，守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鞍前马后的伺候，到头来不还是为我做了嫁衣？有没有种可能，他能有今日的风光，依靠的都是我的帮衬？离了我，你想享受的那种福分，他未必真能得。哼，言尽于此，你既深得他心，那应该早日十里红妆抬你进门，何必在此逞口舌之快？喊我入府那是早晚的事，我的儿子未来可是侯府的嫡子，不像你这么努力，到头来也没给你儿子挣个像样的名分，还真是没用。明日就是悠悠的8岁生日，就算萧景琰不认，我也一定要让他风风光光的被记入族谱。等我成了侯府的主母啊，我会赏你儿子一间柴房，还有一些剩饭。他若是乖乖听话还好，他若是不听话，那我就把他发卖出去，让他沿街乞讨，成为一个小叫花子。你做梦！你要是敢伤我儿子分毫，我跟你拼命！放手！拼？你拿什么跟我拼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萧郎，阿瑶，你没事吧？夫人是当家主母，她要给我立规矩，我自是应当受的。道歉。是他自己要摔倒，又不是我让他摔倒的。你萧郎，夫人她是豪门贵女，脾气骄纵，她看不上我这种可怜之人的出身，我是应该受着的。演得可真好，连我都要为你落泪。萧景琰，今日你带苏梦瑶入住侯府，苏梦瑶纵然陷害了我，可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听偏信，才真正令我心寒。你还剩2次机会。站住！今日你若敢出了这扇门，我便收了你的钥匙，夺了你的管家权。无所谓，反正这个家我早就不想管了。江晚清一向最怕我生气，今天怎么不对劲？萧郎，萧郎，今日是明艳的生辰，你答应过明艳的，今晚要陪她热热闹闹的过生辰的。好，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为她办生日宴。
萧景，你这般大张旗鼓地为白月光的儿子庆生，可还记得明日是你亲生儿子的8岁生辰，是他入宗祠族谱的大日子。我无谓你如何待我，只愿你别亏待孩子，让他沦为京城一个没名没分的笑柄。娘亲，我困了，为什么还不让我回房间睡觉？悠悠，明天是你的8岁生辰，所以今晚要晚些睡，明日早些起，这样才能表达对萧家列祖列宗的敬畏。可是入族谱是大事，得让爹爹同意才行。爹爹从来没给我过过生辰，明天他会来吗？悠悠说的没错，7年来萧景琰从不在意他的生辰，他会愿意给孩子一个嫡出名分吗？他应该会。夫人，侯爷说明天入祀仪式是大事，他亲自差人送来官服，请小少爷自行准备，他明日会亲临现场。悠悠，你听，爹爹明天不仅会来，还亲自派人送来了嫡子官服。太好了，娘亲，我就知道爹爹他是喜欢我了。娘亲，我穿上这件衣服是不是很威风？当然了。娘亲，穿上这件衣服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喊侯爷爹爹了？也许吧。等我成了侯府嫡子，我一定要保护娘亲，让那些人都不能在明里暗里欺负你。我怎样都无所谓，只要景琰肯让悠悠入萧氏族谱，就证明在他心里还有我们的一席之地。时辰就快到了，爹爹怎么还不来啊？爹爹答应会来，就一定会来的。长辈们都已经准备好，你们2个还在这拖延时间，难道要整个家族都等着你们吗？爹爹，你真的来了，这是他第一次遵守承诺，我真开心。娘亲，我就知道爹爹心里有我们。叫什么？侯爷，我们先走吧，免得耽误吉时。吉时到，开礼。则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有嗣承天地正气，继祖宗遗风，一叩首。今则黄道吉日，恭迎归宗入谱，念天地造化。2叩首，念血脉根源，滴血验亲，血脉永续，光耀门楣，香火长存。放肆！你乃萧家血脉，大庭广众竟如此怯懦。悠悠，听话，你不是一直想得到爹爹的承认，成为侯府嫡子？3叩首。承宗族遗训。等等，写这个8字。景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写的不是悠悠的8字。景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写的不是悠悠的8字。别住手！
走开，不许碰我爹爹！明夜不得无礼，这里是侯府，你要拿出做兄长的气度来。我没有兄长，我娘亲就生了我一个。那又怎样？你就是野种！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日是悠悠入族谱的日子，怎么会跑来一个毛头小子？你可看仔细了，这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不被爹爹爱的才是野种，他和他娘都是。所以，你要一个外人的孩子替自己亲儿子入萧氏族谱，成为侯府嫡子是吗？京城生活本就不易，阿瑶这样的身份，再带着一个孩子，很容易受他人指点非议。你要他怎么生存？可是悠悠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要他日后怎么面对世人？他从小就锦衣玉食，在侯爵府里养尊处优，就算他此刻不入族谱，谁敢真的妄议他？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他名分，对吗？那你又派来嫡子冠服，做什么？今日这个仪式又是为什么？宁燕他并非我的亲生儿子，做戏自然要做足，才能堵住众人之口。滴血认亲这一关，他始终过不去。所以你就要自己的亲生儿子为自己的青梅竹马的儿子做垫脚石，替他铺平未来的路，对吗？爷，江晚清是名门闺秀，悠悠也是你亲生骨肉，他只是一介娼妓，带着个不知礼数的愣头小子，一个娼妓的儿子入萧氏族谱，实在是令家族蒙羞。夫人族长教训的是，像我这样的出身，怎配入侯府大院呢？萧郎也是可怜我，在这偌大的京城里，都没有我和明艳的容身之处。你们可千万都别怪他。萧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像这样的事情，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我还是带着明艳，赶紧先走吧。站住！既然我已答应，让你和明艳安心，仪式继续。萧景琰，这侯府终究还是我说了算，不容旁人智慧。哼！继续。萧景琰，你担心苏梦瑶母子在京中艰难，却没想过自己的儿子自此受人白眼。在你眼里，我和悠悠竟真的如此不堪？娘亲，爹爹是不是从来没想过承认我是他儿子？他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我呢？我是不是让他感觉很丢人？我的孩子明明出身侯府，却不能有一个正经名分，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要让孩子跟着我受这种罪？不是的，悠悠，一切都是娘亲的错，你是最无辜的。娘亲，这分明就是爹爹的错。第一次他带着苏姨娘，不仅给你脸色，还伤了你的手。第二次他当着大家的面让苏姨娘的儿子代替我成为嫡子，爹爹只剩一次机会了。悠悠，今天之事是爹做的不对，爹向你道歉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爹爹把这个送给你。谢谢爹爹。悠悠，既然明艳已经成为我们侯府明面上的嫡子，你再穿这身冠服就不太合适了，容易误得他人非议。不如你就把它脱下来。果然，所有的礼物都是要有代价的。萧景琰无条件的爱，是我和悠悠这辈子都得不到的。萧景琰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娘亲，你别和爹爹吵，我把衣服脱了就是。萧景琰，你在入寺仪时当众羞辱儿子，
这第3次机会也被你用完了。当众卸去官服，那是奇耻大辱，这就相当于昭告全族，从今往后，侯府嫡子唯有明艳一人。江婉清，这下你和你生的可怜虫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侯爷，悠悠已经脱完了。愿侯爷珍重。这是儿子唯一一次主动叫他侯爷。萧景琰，你再也听不到他满怀期待的喊你爹爹了。爹爹，我困了，你带我去睡觉吧。好。娘亲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悠悠刚才说什么？走？走去哪儿？罢了，一定是我听错了。江婉清那么在意侯爵夫人的名位，绝对不舍得离开打理了7年的家。走吧，娘亲。夫人，车已经停好了，咱们可以随时启程。小蝶，待我们走后，将这封和离书交给侯爷。太阳注定要西沉的，有些事无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。萧景琰，我以为凭借努力，终有一天可以焐热你的心，可我错了。怎么，胸口怎么突然疼痛？侯爷，不好了！夫人吩咐人套了车，要带小少爷回国公府。什么？还派人送来了和离书。什么？和离书？他怎么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！既已2心不同，难归一意。愿夫君相离之后，前程似锦。平步金殿青云，西前儿女成欢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老夫人听说入司一事的事情，气得急火攻心，晕过去了。老夫人生病，一直都是您为她配药，请您去看看她吧。加入萧家的这些年，萧老夫人对我十分看重。如今我虽与萧景琰和离，可萧老夫人是无辜的。身为晚辈，我确实应该探望。别担心，我这就去为伯母医治。谢谢夫人，谢谢萧夫人。悠悠，祖母病了，我们明天再回镇国公府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婉清，入司宴上的事儿，确实是我们萧家对不住你。萧景琰这个混账，
一把年纪了，还是拎不清。不重要，安顿好老夫人，我就可以带悠悠彻底离开。婆母，这些都是我们小辈的事，您无需操心，您就只管稳坐高台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夫人，您要的药材买好了。好。婆母，我这就去为您煎药。住手！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夫人，萧郎既许我入府，那我自然是要选离他最近的屋子。这是当家主母的屋子，你若喜欢，应向他讨个名分。名分，我说了那是早晚的事，是萧郎许我住这间屋子。还有，你儿子悠悠的房间也得让给我儿子住。至于你和悠悠嘛，那就去睡柴房吧。就去睡柴房吧。站住！萧夫人病急，需要我侍奉煎药。苏小姐若是帮不上忙，请别在这碍眼。摆什么主母架子？那老东西就是矫情，想要通过装病来要挟他儿子把我赶出府，都是我玩剩下的。要我说啊，你就饿他个3天3夜，这病他自然就装不下去了。放肆！萧夫人是名门贵女，容你再次非议。那又如何？你们这些女人自诩出身高贵，可依旧是拢不住自己郎君的心。你们才是输得彻彻底底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看着萧郎宁愿忤逆长辈，也要把我儿子抬成嫡子，而你的亲生儿子却成了没名没分的野种。你一定恨得牙都痒了吧？别装，你为了侯府卖了7年的命，到头来还不如我随便哭诉2声来的实在。我想要的东西，萧郎都会尽量满足于我，包括你儿子的房间、嫡子的身份，还有萧郎的心。你的这些心思，萧景琰知道吗？要是他知道你只图他的荣华富贵，对他没有一丝真情，还出言诅咒他的母亲，你说他容不容得下？我说这些只是警告你，带着你那个没名没分的小野种给我滚远点，别赖在萧郎面前装可怜。我不屑这么做，别人不要的东西，你上赶着挤，我只当你是乞丐投胎。我提醒你啊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小心爬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萧郎，你怎么来了？江晚清，你还要为难阿瑶到什么时候？江晚清，你不是已经走了？你就是舍不得我，离不开侯府夫人这个名号，所以才会用和离书这种手段来激我。萧郎，你误会了，夫人是在教我如何侍奉老夫人呢。这既是学规矩，那无论如何打我骂我，都是我应该的。你别替他说话，你生性良善，总是替别人考虑，委屈自己，我断然不能眼看你被人欺负。萧郎，这府中上下哪个不是看人眼色行事？你对我越好，就越是有人嫉妒。无妨，有我在，我看谁还敢造次。江晚清，还不过来认错？萧景琰，原本我以为你只是眼盲，没想到你心更瞎。你，江晚清，看来我还是太纵容你，所以你才这么跟我讲话。你看看府中的下人，一个个懒散成什么样子。若不是阿瑶发现母亲病重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就是这样替我滚家宅内院的吗？
所以他以为我只是单纯在赌气，并非决心和离。少老，夫人毕竟出身高贵，管理内宅经验老道，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如此的责怪他呢？小事儿，他身为萧家儿媳，不敬父母，不管内事，平白占着侯府夫人的名号，我要他有何用？不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因为你带我入侯府，夫人也不会一气之下就不理内事，害得你如此家宅不宁。早知如此的话，当初就算是我冻死饿死在街头，我也绝对不会踏入侯府半步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要不是你在，我怎么能发现他如此的无知善妒？萧老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我知道你心肠柔软，处处替他人考虑，你这样，在如今这世上会吃大亏的。江晚清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，跪下，道歉，道歉。在这内府，谁不知道苏梦瑶以弱凌强，自叫驱污灾人，前后2套皮子做派。也就是你，眼盲心瞎，看不清这一切，还上赶着护着他。夫人，我自知身份低微，你心中若有气，你就打我骂我吧，但千万别把我赶出府就好了。阿瑶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你。萧老，夫人她毕竟是你八抬大轿迎娶正门的正室娘子，若是她不点头答应，她容不下我的话，我在这后院是万万生存不下去的。萧老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夫人出了这口气吧。阿瑶，像这样的无知悍妇，我没有一纸休书把她赶出去，已经算是对她的宽容了。我乃郑国公之女，出身纯正的当朝郡主，你萧景琰不过区区侯爷，想休妻，萧家根本不配。要不是因为我心忧伯母疾病，才没能离去。等待伯母痊愈了，我会重新写上和离书，放在你桌上。到时候你记得签字画押。夫人，整个京城谁人不知您素有贤名，你若是此时与侯爷和离，那您将萧老和侯府置于何地呀？夫人，我求您了，您若心中有气，你就打我骂我，千万别和萧郎撕破脸面。他敢，不用求你。他竟敢真的动手！江晚清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，竟然当着我的面打阿瑶！这2巴掌打你欺负我儿子，你怎样勾引他许你入府，与我无关。可你不该唆使你儿子，让他抢夺属于我儿子的嫡子之位。江晚清，这1巴掌我是替我自己打的，我是侯府主母，侯爷的正妻，我本应该担当起肃清家风之责，拒你这院墙之外。可我的一忍再忍，让你仗着他的宠爱对我百般放肆。夫人，你怎么能如此冤枉我呢？夫人，我冤枉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为什么会怀上其他男人的孩子，还偏偏在我儿子需要入宗时回头找他，让他背负不孝祖宗的骂名？你当真是好心机，好算计！真是这样的？难不成阿瑶一直在利用我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在京城活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来求萧郎给我个容身之处的。夫人，像您这种金尊玉贵，如何能明白我这种下等人的苦楚啊？萧郎，既然夫人对我如此的怨恨，那我还是带着明艳离开吧。装可怜装多了就没意思了。别人不要的东西，上赶着抢，赏你便是。江晚清，什么叫别人不要的东西？你给我说清楚。萧郎，
我觉得夫人还是在怪我爱你，她如何打我骂我，我都忍的。但是她怎么能说你是她不要的物件呢？江晚清，我真是好脸给你给多了，让你如今对我这么放肆。我也觉得这7年我给你好脸给多了。小狼，你的脸！江晚清，你竟敢打当家主君！是，我一想到我这7年为你鞍前马后，照顾侯府，我真替我自己感觉到不值。明明我是名门贵女，却偏眷在你这院子里，为你打理你的家事。萧景琰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，我倒要看看这偌大的侯府，他能不能管得明白。不，夫人，你有什么气你就冲我发吧，你千万别再为难萧郎了。江晚清，你真以为仗着郡主的身份，就可以在侯府横行霸道、为所欲为吗？就算你曾经是镇国公府掌上明珠的身份，如今也不过是我萧景琰的妻子罢了。我把内府交给你，不过是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。你当真以为侯府没有了你就不行吗？萧郎，你息怒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都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入侯府，也不会搞得你家宅不宁。你千万别怪夫人。别替他说话，他不过是被人捧在手掌心、宠坏了的豪门嫡女。不给他点教训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体统，什么叫做规矩。你们2个微薄不羞之人，真叫人恶心。我这2巴掌算是没白挨，竟敢对自己的夫君动手，这下江晚清以后的日子是真的，我离这侯府主母的位置就更近了。江晚清啊，江晚清，没了萧郎的爱，你也就空有个主母屏，侯府管理大权早晚落到我苏梦瑶手里。来人！从今天开始，侯府所有浆洗洒扫的工作都交给江晚清去做，谁也不许帮他。侯爷，可这样的话，夫人她会累坏的。放肆！我的话也不好使了吗？要是他天黑干不完，你就不给他饭吃，不给他好衣服穿，直到他学会顺从，学会听话。是。萧郎，悠悠，我们就要离开侯府，过自己的生活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娘亲。等我们到了外公家，就可以过我们的幸福生活了。对，过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夫人，车套好了，就停在府外。这是您要的话。萧景琰，是你让我和悠悠彻底成了偌大京城的一场笑话。
侯爷，入夜了，这是厨房送来清热降火的明目茶。这是江晚清亲手熬的，愣着干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他知不知道自己错了？侯爷，夫人给老夫人送完药，在老夫人喝完就寝后就离开了院子，不知去了何处。说什么？侯爷，夜深不安全，要不要我派人去把夫人找回来？不用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江晚清，你真是越来越长本事了，竟然开始给我学会夜不归宿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跟我赌气到什么时候？赶紧让夫人给我煮一杯醒酒茶。可是夫人已经离开府里了，还在闹脾气，她要疯到何时才肯罢休？侯爷，我觉得吧，夫人她可能……不是已经离府了吗？怎么还舔着个脸来给我敬茶？江晚清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这是我平常喝茶的那个味儿吗？萧郎，这就是你平时最爱的雨前龙井啊！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萧郎，我既已入侯府，就理应为你端茶送水，贴身侍奉了。茶搁着，你先回去吧。萧郎，萧郎，你怎么了？是身体有不舒服吗？没什么。萧郎，明艳说过2日冬至的晚上有灯会，她还从未去看过，不如我们带她一起去吧。你带她去就好了，我还有公务要处理。萧郎，你就答应我吧，明艳也想你能多陪陪她。萧郎，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，这是夫人留下的。又要和离，已经玩过一次的够了，看看这次又要玩什么把戏。这是管家玉佩，还有我送给夫人的钗环。江晚清，这次你又闹没出。萧郎怎么了？是夫人出什么事了吗？萧郎，好，江晚清竟然敢真的离家出走，还带走了所有的东西。这不是大婚第1年，母亲交由他保管的吗？他那么看重自己的管家大权，怎么可能不把这个带走？这不是他过生辰，我随手从当铺里买来的簪子吗？当时他还高兴得跟什么似的。这些都是他曾经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东西，他怎么都没带走？萧郎明明倾心于我，可现在江晚清才刚走，他就开始魂不守舍。萧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这样我害怕。你老是在府里待着，我出去一趟。萧郎，萧郎，江晚清，就连你走了都不能安生。要是我不彻底取代你，
我和明夜怎么能过上安稳日子？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听街坊邻居说，夫人的马车连夜就离开了侯府。江晚清，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。你这样大摇大摆的离家出走，招摇过市的，让城里人都知道，不就是想折损我的面子吗？夫人平时是不是最喜欢吃西市那家糕饼铺？是的，夫人每天天不亮就使唤小蝶去买了。夫人已经不在府里了，侯爷要买给谁呢？江晚清，江晚清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糕点。行了，赶紧出来迎接我吧，差不多行了。江晚清，我人都已经来了，你也该满意了吧？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江晚清，江晚清，他不在。以前就算他再生气，离家散心，这个时候也会准时回府陪悠悠玩。悠悠，侯爷，侯爷，你看我捏的泥人儿，你和娘亲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我以前好像总是嫌这些东西脏，根本没有陪悠悠玩过一次。江晚清，原来你还知道回来，看来终究在外强撑不下去，肯回来求我了。闹够了，终于肯回家了，没那个强撑到底的决心，就别撕破脸。萧郎，你回来了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穿着江晚清的衣服？你怎么会穿着这件衣服呀？萧郎，好看吗？脱下！萧郎，你吓到人家了。谁许你穿这件衣服的？脱下来！萧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看这件衣服很漂亮，而且你又说过喜欢看我穿粉色，我不知道她是夫人的，我知道错了，别生气了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乱动这些屋子任何东西。是。出去吧，我累了。萧郎，夜里风大，人家胸口闷，你就不能到人家房里陪陪人家吗？胸闷就去找郎中，我又不会治病。可
可是人家就想让你赔嘛。也罢，江晚清，是你赌气非要丢下我。江晚清啊，江晚清，就算你使出浑身手段，你也根本不配与我争。悠悠，你看这个礼物好不好看？好看。那我们就送给萧叔伯当生辰寿礼，好不好？好。夫人，奴才可找到您了，求您赶快回家一趟吧。您这2天不在啊，侯府内院都乱了套了。如今我和侯府已无半分瓜葛。萧景琰既然接了心仪的女主人回家，就该让她学着如何管理家事。什么呀，夫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您这2天不在，侯爷是100个不满意，整日待在您的屋里，一待就是1整天。奴才觉得吧，侯爷他就是想您了。什么？哟，还真是冤家路窄，在这儿都能碰到你，晦气。江晚清啊，江晚清，没想到离了侯府之后，日子过得这么差。一个人带着孩子讨生活，这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子穷酸味儿，真够呛人的。这就是你说的萧景琰想我了？夫人，我什么想你啊？江晚清，你别让人笑掉大牙了。不妨告诉你，萧郎昨夜留宿在我房里一整晚，很快我就会成为侯府的主母。这个女人每次都来挑拨夫人和侯爷的关系，侯爷竟然还不处罚她，真是苍天无眼呀！那就祝你美梦成真。小蝶，结账。是，悠悠，我们走。江晚清，你别得意太早。过2日东昌侯府萧逸做寿，到时候萧郎会带我前去参加，届时整个京城都会知道我才是侯府的主母，你就等着成为一个人人笑话的弃妇吧。我们走。我不就是把苏梦瑶母子接回侯府居住吗？至于那么生气吗？好歹我还是一家之主吧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夫人带着小少爷在正德轩茶楼喝茶呢。没提回来的事吧？没有。你傻呀，把他绑回来就是了。行了行了，下去。是不是因为我私自把悠悠的房间给了明艳，所以他才那么生气？爹爹，这个房间又大又宽敞，我想住在这儿。明艳，这是侯府嫡子悠悠的房间，我们只是借住，不可以这么任性。我就喜欢这个房间，我就住在这里。无妨，我去跟悠悠说一下，让他把房间腾给明艳。萧郎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令夫人不快？他敢！谢谢你，萧郎。呸！什么破烂玩意儿，也配出现在我屋？如果我当时没有把这个房间让给明艳的话，他也就不会那么生气。但好歹他也是当家主母，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？萧郎，这是你的外衣，我给你烫好了。萧郎怎么这样盯着人家看？你头发怎么了？江晚清其实五官样貌长得都很漂亮，只不过打扮得端庄持重，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她的美。萧郎，今日东昌侯做寿，我陪你去吧。好，不过头发还需要重新梳一下。出席正宴，你弓着身子，松了发髻，溜着头发，哪有一副大管家的样子？萧郎以前不是最喜欢我这样打扮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不管了，只要我跟在他身边，参加完今天的宴会，我就是整个京城人眼里的侯府大娘子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侯爷万福。侯爷，这位是？她是？我是侯爷新聘入府的娘子，我叫苏梦瑶。侯爷夫人不是镇国公府的郡主吗？怎么多出一位？哦，娘子最近家中有事，不在府中，所以，请。这醉仙楼花天酒地的地方，能有几个姑娘是正经的？就是，她一介戏子出身，能入得了侯府高门，本该安分守己。结果，你听说没？她大闹侯府，硬是把侯府夫人气出府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要不然今天江夫人怎么没来？侯爷还真是为了苏梦瑶，体面名声都不顾了。正宴带外室入场，传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能有这种殊荣的外室，天下不会有第二个。可是他真不应该让萧景琰带他来这种世家大族，彰显家族荣耀的宴席。如若他惹了事，受处罚的只会是他这个无名无分又无背景的娼妇。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只管看戏，不语一语。是。走吧，悠悠。真是热闹。是啊，连侯爷都大驾光临。诸位，欢迎各位啊！寿宴开始，诸位请坐。有请东城侯爷。诸位请坐。请诸位献礼。祝侯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不必多礼，请坐。阿瑶，我们为小叔准备的贺礼呢？糟了，萧景琰专门从渝州为他小叔带回来的贺礼，好像被明艳给拿去了。这孩子不会在上面做什么手脚吧？好像是落在马车上了。为什么知道？侯爷可是京中出了名的冷面阎王，惹了他，不光是你，就连我的爵位也不保。侯爷息怒，我这就去找。快去！江晚清就不会在正宴上出这么大的岔子。于内于外，他总是能给足了体面。明艳，明艳，明艳，明艳！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快起来！吓死我了！你这孩子，要是喜欢这画，让你爹爹再给你买就是了。反正他对咱们百依百顺的，也不差这个。下次可不许再乱拿了，听到没？行，去玩吧。哎，别磕着碰着了。乔朗，恭请小叔受安，这是小侄为小叔准备的名家画作《山水梅花图》一幅。平远侯府萧景琰送《山水梅花图》一幅。萧景琰，你现在的本事倒是大得很，你不带正妻前来赴宴，带这么一个女人过来，是想让全京城看我们萧家的笑话吗？小叔息怒，实在是江晚清家中有事，回去探亲，并非小侄刻意不带她来。是啊，侯爷，萧郎为了您的这幅画作，跑死了5匹马，派人千里迢迢从渝州送过来，可见他的诚意是。放肆！豪门正宴，岂容你一个外室肆意插嘴？
都不心诚。哼，萧景琰，这就是你处心积虑给我准备的诚意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干的？天哪！明艳怎么真的在这上面画画了？完了完了，这下怎么办？萧景琰，这就是你精心为我准备的贺礼。这只是意外。小叔，小侄并不知。放肆！看来你这个太平侯当的还是太舒服。今日陛下向我提起，东边整军缺一些放马军汉，要不你就去那儿。不，侯爷，这是个误会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的宴会上任意插嘴、胡搅蛮缠！萧景琰，你罔顾礼仪，待姬入门，令萧府蒙羞。今日我与你说话，他肆意插嘴，应当不应当？你平日里就是这样教养你府中之人，今日众客皆在，你是想让他们看我们萧府没了规矩，是不是？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闭嘴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我小叔问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萧景琰，我本不应该掌管你家事，但是今日你们二人在我的寿宴上搅得鸡犬不宁，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法。萧郎，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！我平日里待你们母子二人不薄吧？你就是这么给我下脸面的？萧郎，明艳她只是一时糊涂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她只是8岁的孩子而已。他8岁，你也8岁，把孩子养成这样不知礼数，你还有脸狡辩？还不赶紧退下！江晚清和悠悠从来不会大庭广众给我们如此难堪，每次他们都做了十足的礼数，才怕给足了我面子，哪怕遇人刁难，也能应对的滴水不漏。萧景琰，纵然你已封爵开府，又有萧家庇佑，倘若你这家宅不宁，迟早是会付出代价的。小叔教训的是，将他家孩子带过来。是。明艳她还小，她不懂事的，她只是个孩子，她受不住罚的。我求你，你不要好不好？可他惹出如此祸事，若不加以惩戒，怎么给小叔一个交代？小孩子嘛，他一时犯错也是很正常的。我保证，我会去一定严加管教，让他以后不敢再犯了。萧景琰，听说他大闹入寺一事，将你的亲生儿子赶出侯府，自己占了嫡子的位置，是吗？既然你已经认了他为萧家嫡子，那他的所作所为都与萧氏和你的颜面有关，你仔仔细细的想明白。把他带过来。不，小郎，我说，把他带来，把他带来，把他带来。是。不，等一下，小郎，既然非要带明艳过来，那我亲自去带她好不好？今日众宾客皆在，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。我明白，今日之事确实是我和明艳的不对，我保证她不会再犯了，我一定把她带过来。半炷香时间，你若不回来，我便亲自带人去找。是。小野种，你怎么也来参加宴会？我娘说了，你跟你的下贱娘亲就只配令人唾弃，沿街乞讨。你不许说我娘亲！
我也不是野种。哼，你既然说你不是野种，那就说说你爹爹是谁？我爹爹是……呵呵，说不出来了吧？你就是小野种，就是。小野种，小野种，娘亲，娘亲。今日就算你哭哑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我。住手！干什么呢？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明夜，过来，快！没事吧，明夜？是不是他欺负你？娘，我只不过是跟悠悠拌了2句嘴，他就故意欺负我，我气急了才推了他一下。你胡说，分明是你！闭嘴！明夜，娘亲知道你是受委屈了，但现在还不是你伤心的时候。你呀，你将呈给东昌侯的寿礼给毁了，现在侯爷要将你带去前庭问罪呢。娘，那怎么办？别急呀，娘亲帮你想办法。明夜，你一定要记住娘跟你说的话。接下来，不管东昌侯怎么问你，你都要咬死不认，不然的话，侯爷会把咱们娘俩赶出侯府的。听到了吗？那幅画不是你有意破坏的，而是受人胁迫。可是如果他问我是受谁胁迫，自然是他。你胡说！明夜，记住娘亲刚刚跟你说的了吗？乖。都怪你，就是你逼迫我儿子蓄意破坏送给长辈的贺礼。走，跟我去领罚。侯爷，范主香时间快到了，去寻人。是。萧郎，萧郎，我们回来了。爹爹，悠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悠悠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身上怎么这么多灰？娘亲，他们都欺负我。东昌侯莫怪，孩子贪玩的习性实属无心之失，妾身这就带孩子下去。婉清，不必拘礼。江婉清，你带着悠悠消失那么多天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和悠悠去哪儿，与侯爷有何干系？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！爹爹，我不是故意弄坏寿礼的，是悠悠，是他叫我那么做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！你撒谎！就是你，你还说如果我不照做，就叫人把我打一顿赶出去。我心里害怕，这才在画上画了画。是啊，萧郎，我刚才赶到的时候，明念就跌坐在地上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说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当时悠悠就站在他对面，这才……对了，你看明艳的脸上还有泥印子呢。爹爹，都是我不好，不该跟悠悠发生争执，惹得他生气，让他推了我。分明是你先拦着我，动手打我，我根本就没动你。那是因为你羞辱我娘亲，你骂她野种，说我们只配沿街乞讨，根本不配待在侯府，我这才生了气，这才打了你。悠悠，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不是的，萧郎，算了，我知道外界对我有诸多非议，小孩子嘛，口无遮拦，这些话他肯定都是跟大人学来的，不怪他的。你闭嘴！悠悠，你别怕，娘亲给你撑腰呢。你照实说，今天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艳这些话都是他刚才在院子里追着我骂我的，没想到这世上居然有他这样的人。
当着大家的面就诬陷我。爹爹明鉴，明艳真的不敢，我真的不敢。没错，你确实不敢，因为你撒谎成性，多半是受大人指使。小狼，我知道夫人她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她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如此的污蔑我呀！住口！江晚清，这件事情也许是个误会。够了，萧景言，你当真是眼瞎？今天发生的这一切，摆明了就是苏梦瑶他们母子陷害悠悠，你还敢跟我说什么误会不误会？你当真是没有良心！小狼，小狼，我跟明艳不敢的，许是悠悠害怕被责罚，所以才不敢承认的。既如此的话，那我们母子硬着头皮认下这哑巴亏便是了。闭嘴！今日诸君皆在，没有人看不穿你所做的这一切。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再踹你一脚。把嘴闭严实，听明白没有？悠悠，娘亲今天在这儿，你只要说事实，大家都会支持你的。娘亲，悠悠没撒谎，如果我撒谎，让我天打雷劈，一辈子没出息。悠悠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怎么能发这么毒的誓呢？叔伯，悠悠宁愿一辈子过苦日子，也不愿被人冤枉。娘亲，刚才在那个院子里，明艳将我推倒，刚才他们的说辞都是姨娘在他耳边商量好的。你又污蔑我和娘亲！明艳，你做什么？看，这是什么？糟了，刚才走得太急，忘记把明艳手上的印记擦去了。这不是涂鸦发作的墨水印子吗？铁证如山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事情已经明了，萧景言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我若说话恐有偏私，你自断吧。是。小叔不愧是京城有名的活阎王，他虽说让我自断，可并没让我离场，这是在警告我，如果我处理不得当，他一样不会善罢甘休。小狼，回府之后，你闭门思过，没我吩咐，不得离府。萧景言啊，萧景言，你表面责罚，实则保护，都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不顾及萧家的颜面，要保护他们两个？看来你还是不知悔改呀！即日起，将苏梦瑶赶出家门，京城之内不许有人收留。若想活命，必须永远离开京城。小叔，哀瑶他犯下大错，回府之后，我定会狠狠责罚他们母子。可恳请您看他们母子柔弱，孤儿寡母的，实在不好讨生活。侯爷，侯爷，我们知错了，你就饶过我们母子吧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萧景言，你应该知道，在京城与我萧逸作对，会是个什么下场。小狼，小狼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！你帮我们求求情啊！孩子他不能没有父亲的，小狼。上想旧情连碧仆，也曾因梦送钱财。你不忘与他的旧情，又放不下有人替你掌管内院。萧景言，你既要又要，最后很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萧景言，有些人是以色事，若之后真闯出祸端，到时候连累的可不止一人两人。小狼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你这个侯爵之位是怎么得到的。如今萧府危在旦夕，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，唯有镇国公府。可是没了我，阿瑶该如何在京城生活下去啊？
那就是个狐狸精，哄得你不求上进，胡言乱语，惹下祸事。如果不是他挑唆，如今咱们萧府也不会收拾这么大一个烂摊子。如今郡主肯下嫁给你，不仅解了我们萧府的困境，陛下如果高兴，还能看在人家的面子上，赏给你个爵位，里里外外都是我们萧府占的便宜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唉，小蝶，你看，板子不打在身上，是不知道痛的。等事情落到身上了，什么海誓山盟，什么非你不可，都是假的。如今苏梦瑶获罪，他还是可以抛弃的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夫人，你可别操心人家了。之前因为他在侯府受苦的可是你啊。不要紧，往后我们的日子再也不会这样。只要悠悠过得好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萧景琰，你可以不按照我说的去做。既然你要铁了心护着他，那你这个侯爵之位也算是做到头了。既然你对婉清全无心意，不如写封和离书，与他一拍两散，各奔前程。萧郎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！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好不好？不，我不能和离，我不和离。不合理？难不成你还想休妻？不，我不休妻。我想好了，我会好好处理这一切。你给我一些时间。我的耐心有限，萧景琰，既然你下不了决心，那就由我来替你决定。即日起，萧景琰必居侯府思过。什么时候想明白，什么时候再来见我。送客。谢小叔。备车，回府。萧郎，你不能丢下我们！悠悠，去把我们给叔伯准备的礼物拿来，送完我们也回家了。嗯。婉清，侯爷万福。婉清，许久未见，你竟然对我如此生疏。婉清啊，你要是再输了，你那最后的银子可就都归我了。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。若是我赢了，你的那些也都通通归我了。那这样，我不要你的银子，你要是输了，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嫁给我。你先赢了我再说。开牌。我赢了。看来他心中还是放不下萧景琰，竟不惜出千也要胜过我罢了。当年之事，确实是我疏忽。彼时你倾慕萧景琰，非他不嫁。我当时与你说那样的话，确实有些冒失。你用出千来拒绝我，我不怪你。你知道？当然。当时是我考虑尚未周全，可如今形势已经大不一样。婉清，今日我向你再提出当日的请求，你愿意答应吗？什么？今日我愿向你再提出同样的请求，你愿意答应吗？叔
叔伯，生辰吉了，如日之升。好，来，谢谢悠悠，叔伯带你去后院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悠悠，下来。侯爷，如今我只愿悠悠平安健康的长大，不愿她再受任何奔波之苦。所以你所求之事，是我不能答应。无妨，我等你改变心意的时候。侯爷，10年前我们尚且年轻，如今你已身居高位，我已嫁入豪门，生儿育女，我们也不是曾经的自己了。物是人非，回不去了。是啊，物是人非。可如今，我终于有机会再保护你了。悠悠，我们也该回家了，走吧。嗯。听说了吗？苏夫人在这次宴会上丢了好大个脸，连侯爷都被看不起，丢了面子。这下完了，得罪了东昌侯爷，我看这府里怕是永无宁日了。小狼，你慢一点。小狼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小狼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不会真的要赶我出府吧？以前我怎么没发现苏梦瑶这么爱哭爱闹？以前江晚清刚嫁给我的时候，也不是没受到王公贵族以及女眷的刁难，可她从来就没有哭过，更没把压力给到过我。小狼，江晚清每次都能应对得宜。当时萧府正处于危急当中，她不仅为我赚足了面子，还逆转了整个京城对萧府的议论和口碑。来人，去打听一下，夫人现在居住何处？小狼，你先回屋，好好想想今日犯下什么过错。若是无事，便不必来找我。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小狼，小狼，小狼！江晚清，你这几天到底带悠悠去哪儿了？这样说，语气和态度是不是有点生硬？江晚清，我知道当初的事情都是你受了委屈，我全都明白。不知道这样说他能不能接受？小狼，小狼，这是我亲手为你泡的醒神茶。还有，这是我令人在库里寻的另一幅画作，把它送给小叔作为补偿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再去求求他，让他消消气呀？苏梦瑶，你以为我小叔什么身份？他岂能看得上你挑的这种东西？苏梦瑶，你以为我小叔什么身份？他岂能看得上你挑的这种东西？小狼，你先别生气，我再去另寻一幅便是了。
还有明艳，我一定对她好生管教，让她以后不敢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小狼，以后在府中称呼我的官职，叫我侯爷。就算你是我带进来的，也不能不遵守规矩吧？规矩？他竟然让我守规矩！当初里外谁不知道，他放不下的青梅竹马是我，就连成了主母夫人的江婉清也对我退避三分。如今他竟然让我守规矩，语气还这么生硬。萧浪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还是不是你倾慕的人了？来人！苏梦瑶管家不力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他插手府中的大小事务，给他找一个懂规矩的教习嬷嬷，就从最底层的洒扫工作开始做起。什么时候学会了规矩，什么时候再回到我身边。是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整治这个人。萧浪，我不是都跟你保证过了吗？我不会让明艳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别再生气了吗？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想要在侯府生存，不仅仅是讲情爱和情面。以前江婉清就从来不会同我讲这些，更不会给我甩烂摊子。我知道了。江婉清，你离开侯府还不安生，只要你还存在，让我怎么心安？打听到夫人的消息了吗？夫人参加完宴会后，就带着小少爷回了镇国公府。镇国公府，太好了！哎，侯爷，您去哪儿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去接江婉清和悠悠了。侯爷，您就空着手去啊？对，是该带些礼物的。快去，让厨房准备几个悠悠平常爱吃的菜。侯爷，厨房平日里并不会准备小少爷喜爱的吃食，厨子们也不知道小少爷爱吃什么。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您之前对小少爷那个态度，任谁也琢磨不出来是怎么回事，根本没人敢关心小少爷的爱好。那就每样都备一份，只要他吃了，就知道他喜欢什么。去。侯爷请回吧，我们夫人明确说不见。他就这么无情吗？我给悠悠带了他最喜欢的吃食。吃食？你真的知道小少爷喜欢吃什么吗？夫人带着他在侯府居住的这段日子，你有一次关心过他们吗？你的心里眼里只有那对姓苏的母子。你怎么着，还想发火？侯爷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我们镇国公府，纵使奴婢有什么错处，也轮不到侯爷你来惩处。小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之前或许真的有些许亏待婉清，但现在不一样，请你放我进去，让我当面去跟他解释。侯爷，还是赶紧回吧，如今给你留着情面，再不走可就要用没有情面的法子请你走了。他就非要这么跟我闹脾气吗？闹？你竟然还觉得是我们夫人在闹？当初究竟是谁身陷危机，又是谁因为娶了我们夫人，不仅平息了祸事，还得了爵位，带着整个萧府蒸蒸日上？谁成想你们萧府对恩人摔盘子砸碗，不说感激，还忘恩负义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给萧府带来的好。你没忘记，
那姓苏的又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你搞清楚，我们镇国公府的地位远在侯府之上，我们夫人乃是名门贵女，是你们萧府高攀，她也不是什么贱婢子，岂能任你萧家反复搓磨？我要回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侯爷若无其他事，请回吧。小蝶。夫人，我将您告诉我的话都一一回给他了。好，小蝶，待会儿请你吃麻圆儿。夫人，您今后如何打算呢？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总之，我不会再让悠悠跟我回去过那苦日子。这是悠悠捏的侯府里的人，江晚晴、小蝶、悠悠。居然真的没有我。侯爷，这是我刚才捏的泥人，你看长得是不是很像你？怎么像不像？谁许你在府里玩这么脏的东西？居然还拿这个泥人跟我比！以后不许让我再看见你这么没规矩！所以，当时我强迫悠悠把房间让给明艳，明艳砸碎的，正是悠悠捏的我。是我把明艳带入侯府的，而明艳砸碎的，恰好是悠悠心里最后的我。江晚晴，你把悠悠带离侯府，没有父亲的庇护，她真的能过得好吗？竹外桃花3两枝。写的真好，悠悠。春天来了，悠悠，我们的好日子也要来了。娘亲，我写累了，我想去小院子里玩一会儿。好呀，那娘亲陪你一起去玩，好不好？走了，我们要去玩最好玩的小皮球了。我以为离开侯府的日子会步步为营，艰难生存，可我没想到，原来再也不用替别人操心家里的事，只在乎自己和孩子的生活，是多么爽！我再也不用整日看萧景琰的脸色，不用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会惹他生气，换来他对我和悠悠的嫌弃。
在郑国公府，我是金尊玉贵的嫡女。娘亲，你跪下来。悠悠也能享受各方面的厚待。我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替萧景琰奉上茶水，也不用彻夜不眠等他回家来我房中。原来离开真的这么痛快。悠悠，娘亲，离开侯府居然这么开心，早知道早点就离开他了。你看你都玩成小花猫了。萧景琰以前不允许悠悠玩这些，认为他自己丢了人。现在我只希望悠悠能平安快乐的成长。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！夫人之前的闺中好友，就是皇城特封的那位郡主大人，要来侯府探望夫人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请夫人！这下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不回侯府？那个，让夫人把悠悠也带回来。这见郡主毕竟是个大事。回来之后呢，让她先见我。可奴才已经派人去过了，夫人说，他既然与您和离，就不再是侯府之人，侯府之事也与他无关。什么和离？我同意了吗？他不就是想看我会不会低头求他？这就亲自去请你。我才是这个家的主子，我让你给我当狗，你就得当。可是以前悠悠少爷从来不会这样。谁允许你叫他少爷？他只是条被爷爷赶出去的野狗。明艳，他果然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嘴上不饶人，这不还是忍不住过来关心明艳了吗？爹爹，明艳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我说悠悠是条被赶出去的野狗，它根本就不属于侯府，才是我爹爹。谁叫你这么说的？本来就没人教，你本来就是我爹爹。悠悠的房子、他的地位，还有他的爹爹，都应该是我和娘亲的。我让你再说，让你再说。爹爹，你放开我，你都捧我了。萧郎，萧郎，萧郎，放手！明艳，萧郎，明艳她还小，她还是个孩子，我求你不能这么对她。又是这一套，这孩子给我惹出的麻烦还少吗？萧郎，明艳她还小，她什么都不懂的，无论她做错了什么，都应该由我这个母亲来替她担着。你替她承担？你确实应该替她担着。她能明目张胆地说出这种话，是不是都是你教的？萧郎，当初的入寺仪式是你让明艳前去来顶替悠悠的位置的，这件事情整个侯府上下人尽皆知的。写这个八字，你就把它脱下来。愿侯爷珍重。所以，那天悠悠那么懂事的叫我侯爷，我这个亲生父亲居然还暗暗窃喜，觉得是孩子足够懂事。萧郎，你心里有什么气，无论怎么冲我发都可以，但明艳她还小，她什么都不懂的，你就不能多给她一点温暖和爱吗？萧郎，萧郎，娘亲，为什么爹爹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？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讲话的。我平时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！我让你多哄着他点，别让他生气。你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？可你说过，爹爹有钱，还有很多人巴结，有他在，就没人敢欺负我。你还有脸说这些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他就是我们母子俩的摇钱树，让我们母子俩抱紧了他的大腿，这辈子都吃喝不愁了。你告诉我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我就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去做的。
你现在还舔着脸跟我喊冤枉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把他送给他小叔的贺礼给我弄坏了，我们俩现在的日子能过得这么惨吗？做戏你都学不会，养你的废米！走，跟我回去。如果见到江晚清，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，我都是被苏梦瑶给蒙蔽的。江晚清，原来这段时间一直对我避而不见，是因为另有其人了呀！放肆！赵景言，你怎么敢跟我如此说话？这是悠悠托人告诉我在府上无趣，我才领他上街游玩一番。你少拿你那龌龊的心思来揣度我的交情。你，小叔，你先带悠悠回去，我自能应付。那你小心。侯爷突然到府，有何贵干？你现在就连偷人都不避人了是吗？我小叔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镇国公府？是不是你勾搭了他？你是听不明白吗？是悠悠喊他来的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。你心虚了，你这么快就找了新欢，你还真是一样。萧景烨，你疯了吧？还不承认？那是我小叔，他曾经喜欢你那么久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呀？是又怎么样？凭什么你可以大庭广众把青梅竹马领回家，把他的儿子入族谱，当做亲生儿子来养？我为什么不能另寻家婿？亏我还觉得之前的事情我也有责任，今天特意来看你和悠悠，没想到你给我送了一份这么大的。侯爷说完了吗？没别的事情。走，跟我回去。我不回去。江晚清，我这是在给你机会。机会？萧景烨，我和悠悠给过你7年的机会，你可曾珍惜过我们之间的情分？就到这儿，请你自重。江晚清，你还要闹多久？这些天我已经让无数人上门给你道歉了，我亲自来，被你那丫鬟小店一通排挤，你不就想看我低头的狼狈样吗？也该够了吧？我说什么他听不懂吗？怎不知我当初是怎么抢上这个无心无脑之人？你说你自己无闹也就算了，你还要带上悠悠，你知不知道悠悠是我们萧家唯一？萧家的什么？入祀仪式上发生什么，你当我们都忘了吗？要不是我始终陪在悠悠身边，又有镇国公府给我们撑腰，一个当众被人剥夺嫡子身份的孩子要受多少人的非议，你想过吗？我不带走他，我让他守在一个不认他、不允许他喊爹爹的外人过一辈子吗？我知道之前的事情对你和悠悠有影响，但我们自己家的事可以回家再议呀。不回去，萧景烨，那是你的家，不是我和悠悠的家。你心里哪怕有一天把我和悠悠当做家人吗？你之前怎么对他的？你对他的所作所为，你知道会给他留下多少阴影吗？他现在对你已经失望透了。我儿子因为你受的委屈，要用一生来治疗。如果你不想让他痛苦一辈子，就请离他远一些。我之前会那么对他，还不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之前苦心算计，我能对一个孩子有那么大的怨气啊？萧景烨，悠悠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答应他参加入祀仪式，又亲手给他送来了嫡子冠服，可最后呢？那牌位上写的是苏梦瑶他儿子的8字，你让一个外人替他成为侯府嫡子，你让悠悠怎么想？萧景烨，苏梦瑶进府之前，我还能替你解释遮掩，可是你当众做这个决定，你让悠悠怎么想？他不是没有心，他听得懂，他不是你养的小猫小狗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我们家的私事，关起门来怎么解决都好。可现在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我小叔掺和进来？这什么意思呀？
我们家，萧景琰，你已经彻底失去我们母子了。我们跟你没有家，你不配。江晚清，我这是在通知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我知道啊，说难听点，不过是命令罢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对我有过别的态度吗？我早就习惯了。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靠那么近。你对我要敬要爱，别越界，错了规矩，懂吗？侯爷回来了，别碰我！快喝碗醒酒汤吧。管好你的内院，老爷们儿的事儿，你少管。萧景琰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是你们侯府随意打骂的佣人吗？我是镇国公府的名门贵女，家人疼我一场，不是让你拿去随便作践的。可是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娘家，这像什么样子？要是没有我的帮助，你会过得很辛苦。萧景琰，没有你整天在一旁给我们脸色看，害得我们提心吊胆。我和悠悠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快乐，而且我们走了，刚好给你和苏梦瑶腾位置，两全其美，不是吗？这好好的说着悠悠的事儿，我是替她干什么？难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？高调的迎她进府，在明面上还一个外人做嫡子，你要是心里一直想的是苏梦瑶他们母子，为什么还舔着脸来求我和悠悠，找我们做什么？谁说我在意她了？江晚清，你别总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很了解我，我最讨厌别人揣测我。从今以后都不会了，你尽情的去喜欢你的苏梦瑶，和他们母子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，跟我和悠悠没有关系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他们过日子了？你的教养就是教你这么跟夫君说话的吗？我们已经和离了。哼，我不同意。萧景琰，你明明倾慕于苏梦瑶，我已经给你们腾地方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呢？还是说你想敢纳我为妻，故意恶心我？我从来就没有动过这样的心思呀！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胡思乱想啊？江晚清，你能不能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？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带着悠悠回家。我不回去。你是知道我的手段的，我想要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不回去，我有1000种10000种办法让你回去。好啊，拭目以待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。萧景琰，如果你不想我和我儿子跟你恩断义绝，你就不要用你那些下贱手段。江晚清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乖乖的回到我的手掌心。哼！萧景琰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希望你再出现在我和悠悠面前。如果你硬要一意孤行，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追悔莫及。敢说夫妇之缘，恩深义重。
合理？你做梦！江晚清，你这辈子都别想逃离我的手掌心！苏小姐，请回吧，侯爷不见。我知道萧郎还在与我生气，但我只是想要进去探望。若他实在是不愿与我说话，那我便把这茶盏放下，只远远的见他一眼就好。哎，侯爷说了，不管您用什么借口，都请您回去。他不想见。从前他再生气，都不舍得把我关在门外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。萧郎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牢牢攥住你的心。你说什么？他去了镇国公府，巴巴的去见江晚清了。奴婢亲眼所见，不敢扯谎。我就说，他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？又是江晚清那个小贱人！我就是明夜不小心弄坏了什么东昌侯的寿礼吗？小孩子而已，哪个小男孩不调皮捣蛋？就这么一件小事儿，至于这么揪着不放吗？还有那个江晚清，逮个空子就这么钻进来了。这个贱人，那个贱人！哎，夫人，依奴婢看，其实侯爷心中未必是对江夫人念念不忘。你什么意思？在侯爷的心里啊，之前没把您迎进门的时候，他不就是经常背着江夫人偷偷出去找您吗？而且江夫人难产那日，侯爷本来是要去看您的，所以啊，在侯爷的心里，江夫人的地位并不比您高贵，而是眼睛盯着这个，心里啊却想着另一个罢了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他现在连面都不愿意见我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，我能怎么办？简单，只要我们让江夫人消失不就好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她可是镇国公府的独女，这要是事情暴露了，我是要掉脑袋的。简单，只要我们让江夫人消失不就好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她可是镇国公府的独女，这要是事情暴露了，我是要掉脑袋的。江晚清出身高贵，背后还有镇国公府撑腰，这要是事情暴露了，我就完了。夫人，只要我们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就没有人会发现。这个世上呢，想要一个人消失的办法有很多种，像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贵族，根本不懂得百姓的民间疾苦。民间的这些小把戏啊，他们未必真的防得住。况且他不是带着孩子吗？他总不能一直住在娘家吧？只要他离开了国公府，咱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可是我也并非独身一人，我还有明艳。夫人，这些年难道您受的苦难道还不够多吗？如今好不容易嫁进了侯府，难不成您就要眼睁睁的看着到手的泼天富贵就这么啪的没了？您真的甘心吗？不，我不能心软，我绝对不能心软。当初在醉仙楼以色侍人的日子，我一天都不想再过了。这就对了嘛，夫人。凭什么因为她身份高贵，嫁进侯府就被人说是门当户对，而您嫁进去就被说成是痴心妄想？这些年，咱们女人啊，地位是靠自己争取的。况且你已经拿捏了跟侯爷的青梅竹马之情，就更应该好好把握。我就算是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应该为明艳的将来打算。这就对了嘛，夫人。当初要不是江夫人横在你和王爷之间，那你早就成为了整个侯府的当家主我。所以，咱们要尽快履行计划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快，马上就去准备我们需要的东西。记住，千万别惊动萧郎那边。奴婢明白。侯爷，侯爷，
我打听到夫人要带着悠悠少爷去看上巳节的花灯。什么时候？就现在，即刻就要启程了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套车，我也要去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不好了，苏夫人自尽了。什么？走！哎，侯爷，不套车去找夫人了吗？人命关天。再说了，江晚清那边又没什么要紧的事，换个时间去也不迟。带路。萧冷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想不开了？萧冷，我知道，是我留在侯府碍眼，也是我搅得你家宅不宁。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到现在这个局面，与其活着被人奚落糟践，倒不如我主动死了干净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侯爷，其实也不怪我们夫人胡思乱想。今日奴婢上街听到的闲言碎语，简直是不堪入耳。都说我们夫人狐媚，专会吸引郎君。萧冷，你跟我说，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般不堪？夫人是不是真的因为我，所以才要跟你闹和离的？好了，不哭了。啊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可我觉得就是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夫人就不会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离府，你也不会因此而难堪。我根本就是个罪人，我怎么还配活在这世上呀？你也别胡思乱想，先养好身体。不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去向夫人磕头认罪吧，我去求得她的原谅，我现在就去。好了，说了不怪你，就是不怪你。可是我，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养好身体，别再去想寻死寻活的事情了。萧冷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什么？萧冷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？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办，你先好好休息。萧冷，你执意要走，是不是早就已经厌恶我了？我会找郎中给你好好医治的，别那么不懂事儿。萧冷，萧冷，你不是跟我说，让我牢牢抓住这得来的富贵吗？为什么萧冷还是这般态度对我？夫人，您太心急了。虽然你是假意寻死，可也不能因为害怕侯爷看出破绽就这么着急。这男人啊，就像风筝，你抓得越紧，风筝线就快断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还有明夜，我不赶紧把他给哄回来，我们母子俩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侯府，沦落街头，以乞讨为生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明夜少爷又不是侯爷亲生的，他都能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有这份情谊在，您还怕什么呀？可是他迟迟不肯给我一个名分，最近还屡屡冷落我，我不是他最割舍不下的青梅竹马吗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他会对我是这个态度？夫人，其实当年侯爷是想给你个名分的，那时候萧家已经落败，我怎知道后来不仅翻了身，还得了这破天的富贵？不然的话，我怎么会跟他退亲，还流落到了醉仙楼里？夫人，那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最要紧的就是眼下的当起。虽然说江夫人已经离开了府，可我瞧着那侯爷的心里不像完全离开了。哎呀，毕竟已经嫁到王府7年了，还生了个儿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我绝对不允许小龙的心里有一丝一毫江晚清的存在，有一丝一毫江晚清的存在。夫人，您怕什么呀？咱们不是都已经布置好了吗？今天那个女人会带着那个小贱人去上巳节看花灯，万一啊他们吃错或者喝错什么东西，毒发身亡了，
还不知道有没有命能活到镇国公府呢。而且啊，你今天像这么一闹，王爷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找他们，说不定啊，他们俩这会儿都已经吃错东西，毒发身亡了呢。什么怪味儿啊？这是你之前最喜欢的沙枣花茶。以前喜欢的，现在不喜欢了。那来尝尝这个，上次节特供的甜马软膏。来，悠悠。哎，等等，这软膏味道不对。银针发黑了，有毒！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投毒？来人！小叔，别喊了。这程东如此记恨我们母子，巴不得我们母子去死。只有苏梦瑶，既然他非要逼我对他下死手，那我定成全他。都这么晚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。可能是小少爷贪玩，这才回来晚了些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带着悠悠彻夜不归的事，我还没有找他算账呢。这件事，等他回来了，再慢慢跟他算。侯爷，其实吧，我感觉这件事不是夫人的错，而是您的。你如今是长本事了，现在连我也敢编排起来了。侯爷，您看你说两句话就急，您这么凶，夫人哪还敢跟你回家呀？那是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错。他现在跟我闹，不就是想让我低三下四，一遍一遍去求他吗？侯爷，夫人不是这样的人，您比我们都清楚。夫人不是苏小姐那样爱哭爱闹爱撒娇的，她有什么事都习惯自己扛，能靠自己的绝不麻烦别人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里外里帮您省了不少麻烦。侯爷，就算您不跟别人说，奴才也能看得出来，在您心里早就已经开始在意夫人了吧？你不要乱说，你从哪里看出来的？侯爷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！奴才从小就跟着你。当初苏小姐跟您说的海誓山盟，可咱小姐遭难，她头也不回的就跑了。现在知道咱小姐东山再起，又成了当朝的新贵，她又恰巧出现，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可夫人不一样，夫人在咱侯府最落魄的时候，不离不弃，跟了侯爷您，全力帮衬咱们渡过难关，又用手里的权势、地位帮助咱们萧家崛起。侯爷，夫人才是真心实意对您好的人。没事的，有我呢。只要我们夫妻一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。夫妻一心，既结为夫妻，就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同甘共苦，不离不弃。新婚第2天，他就说过那样的话。是啊，侯爷，夫人是良善之人，她的真心真的不该被辜负啊。婉晴，有话进去说吧。好，进去说。婉晴，侯爷今日频频登门，想必是仍有心结，不如今日一并了结，往后一别两宽，互不相信。你许我进来，就是同我说这个？不然呢？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别的可说的吗？
我知道你还在为苏梦瑶的事情生气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回去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与她见面。侯爷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吗？罢了，我不想再与你纠缠计较。和离书我已经派人送过来了，尽早签字吧。你真要同我和离？不然呢？我没时间同你开玩笑，尽快签字吧。我成全你与苏梦瑶。曼青，我知道之前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对，可如今我已经好声好气的向你道歉了。你不能总揪着一件事情死活不放过我吧？所以呢，明明是你的错，怎么反倒成了我抓着不放？萧景琰，你可笑不可笑？你无妨，送你的和离书，你既然视而不见，那我便现场再写一份，我们就此一过。你敢？为什么不敢？萧景琰，你不会是舍不得我吧？你舍不得我，还是说你突然发现你爱上我了？萧景琰，你爱我？你竟然爱上我了！别碰我！我嫌你脏！放肆！江晚清，谁叫你这么同我说话？你以前明明就对你百依百顺，只要你不高兴，我就委曲求全，对吗？小姐，那种日子我过够了。凭什么你觉得我就应该倾慕你、仰视你，被你一次一次的践踏我的尊严？在你眼里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吗？我连院子里的阿猫阿狗都不如吧？你就这样毫无忌惮地践踏我的尊严，利用我对你的倾慕，一边享受我对你的好，一边冲我吐口水。就这样不痛不痒的说，自己知道错了，就要让我原谅你，凭什么？和离书上我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从此我再也不会倾慕于你。可是悠悠呢？他的未来你怎么打算？跟你没有关系，他不会跟你走。是吗？那你这算盘就打错了。他是我儿子，我会派人把他接走。你要是不回来，就永远别想见他。你敢？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是侯府名正言顺的嫡子。他不是，他不是忘了，他在8岁生辰那日，已经永远被剥夺这层身份。我会重新给他办，而且会当着整个家族的面为他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典礼。只要我想，他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他。我也能。别以为侯府真的家大业大，跟我们郑国公府，你们萧家差远了。在你心里，从来没有把他当做亲生儿子对待，你现在又在这搞虚，给谁看呢？给谁看都无所谓。我只想向天下人说，悠悠是我萧家血脉，这是你这辈子都无法掩盖的真相。真卑鄙！江晚清，你可得想清楚，儿子会不会永远离开你这个女人，自己掂量着办。你做梦！别碰我娘亲！我没有你这样没良心的爹，我心里只有娘亲一人。你悠悠没事啊？娘亲，别难过，悠悠会照顾好自己，并且悠悠会永远站在你这里，你就和他离，我支持你。小兔崽子，认不认我，这根本不是你说了算。我早晚会长大，
早晚会保护好娘亲，而你所做的这一切会付出代价。你好，我跟你走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你说。一，我不管府里的事、家里的事，我大事小事我都不管，我跟你回去。但是悠悠留下。不行。怎么，侯爷这么着急拒绝，是心虚吗？待我日子过得好一些，我自然会接悠悠回去。但是，这要看你的表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二，我不许苏梦瑶毫无理由的踏进我房间半步。若我发现她要害我，我会毫不留情的取她性命，绝不手软。没问题，我会告诉你，让她恪守规矩。三，既然不合理，萧家家产分我一半，签字画押绝不抵赖。跟我回去，立马就签。没问题，走吧。悠悠，娘亲跟侯爷回去待上一阵，等过些时日再来接你回去啊。不能不回去吗？有些事情啊，总是要处理干净，与其纠缠不清，深受其苦，不如抽刀断水，来得痛快。你长大以后，也要像娘亲一样干脆，明白吗？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叔伯。待我收拾一下，完事跟你回去。生气也罢，怨我也罢，总比不跟我回去，心里没我，忘了我好。好，我等你。小姐，是你硬要要挟我回去，那我就连带着你和苏梦瑶一并收拾。我只希望你永远不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。你不是说你做的天衣无缝吗？为什么他江晚清活得好好的，还被萧景琰带回了府里？奴婢也不知道，那点心奴婢明明看到被送到了江夫人下人的手上。这下好了，他江晚清回来了，以后这府里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萧郎，我得让他以后再也不能见那个女人，再也不能见江晚清。不行，夫人，侯爷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您现在断然过去，那他更不会联系您了。那我能怎么办？难不成眼睁睁看着他江晚清再一次把我的郎君给抢走吗？那万万不，事已至此，夫人，我们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趁着这个机会直接……你那怎么能？这里是侯府，一旦出了事，你我都逃不了干系。谁让您直接动手？夫人，奴婢的日子。我又回到了萧景琰身边，看他每天处理公务，在适当的时间奉上一碗茶饮，一切就好像回到了从前。他也如承诺所言，再没纵容过苏梦瑶母子，而且还给他们立下规矩，每日晨昏定省，给我请安，给足了我当家主母的面子。只有我知道，狗改不了吃屎，破镜怎么能重圆？萧景琰，你我之间缘分已经尽尽。夫人，侯爷，公务繁忙，也要多注意休息。自然。你回府已有数日，住着可还习惯？
托侯爷的福，一切都好。你能不能以后别再叫我侯爷了？那叫你什么？叫我萧郎。侯爷说笑了，这是府里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们应当谨言慎行，别再让下人说了闲话。父亲，请用茶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这是在侯府，注意好你的称呼，别让下人看闲话。来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糕点，尝尝。侯爷，如果苏梦瑶想杀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会？阿瑶她那么柔弱的一个女子，她怎么敢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婉清，我已经特别嘱咐过她，你是我娶回来的正头娘子，她要敬你、爱你，侍奉你如当家主母。她也向我发过毒誓，绝对不会再冒犯你。所以，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心里面对她的成见？果然，有些话多说无益。侯爷，若无其他事，我先告退了。你确定这次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夫人，今天晚上一定让他命丧黄泉。江婉清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怎么活。终于等到苏梦瑶再次对我动手这天，也是时候送你们两个人上路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就是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的，应该休息片刻就好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突然感觉有些胸闷，看来是药效起作用了。夫人，您先好好休息，奴婢这就去禀告侯爷，替您去寻郎中。这个要给侯爷的是吧？奴婢替您端过去。苏梦瑶，既然你这么爱他，那就由你亲自送他上路。放心，等他走了，我会送你一起下去，陪他做一对亡命鸳鸯。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夫人，奴婢亲眼看见他进到屋子里面就突然间晕倒了。真的？而且啊，这种药无色无味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必死无疑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他给侯爷准备的糕点。你现在赶紧去稳住他，千万不要让他看出端倪。江婉清，等你死了，我便是这侯府的主母，怪就只能怪你挡我的路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也不会死得这么可怜。小郎，夜深了。吃点点心，洗洗眼睛吧。怎么是你？婉清呢？你最近怎么老是问夫人呀？是嫌我伺候的不好，可以再疏远我？婉清她刚刚回府，我多照顾点她也是应该的。萧郎，
自从夫人回府之后，你就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你是不是还在介怀上次我犯的错？没有。我不求能够跟夫人平起平坐，只求在府里能有个容身之所就好。那是自然，你放心吧。夏郎，就算你此刻想见我，也请吃下我这面的心意。这是你准备的？不对呀、我嘱咐过婉晴，让她来准备，晚上好跟她一块用膳。许是我跟萧郎心意相通，猜到了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萧郎，我最近新学了一首曲子，想要唱给你。回来再听。萧郎，你最近都不来我房里看我，我对你甚是想念。你能不能再多陪我一会儿？萧郎，你怎么了？在糕点里面放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放，这个礼就是上次我拿给江婉晴那个。蓄意害死我！我没有。小狼，小狼，小狼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这夏娃，你醒醒！小狼。夫人，您来了。王爷清醒了吗？只是瞪大眼睛，失神的望着，说什么也没有个回应。苏梦瑶和她丫鬟那2个贱人，官府那边怎么说？谋害主君，杀人既遂。当初他借着侯府的势力，得罪了不少京城达官显贵，斩立决就在这2日。真是便宜他了，这样的毒妇人，何该五马分尸，当众凌迟？她一个弱女子，如今落得这样的结局，也是够惨的。她的儿子也被街边的老乞丐带走了，无依无靠，如今也只能混口饭吃。只可惜我们侯爷被他害了，如今生死未卜。我进去看看。刚才我和他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被深信的人背后捅刀子的感觉怎么样？如果当初你没有大闹入寺一事，欺负我和儿子，还怪我们命贱，如今你也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。只是你只痛苦了7日，我们却痛苦了7年。当初我说苏梦瑶想杀我，你不信。如今亲身经历了，受尽百般折磨，总该安息了。萧郎，你看，太阳注定是要西沉的。倾慕于你的那7年时光，也许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穿刺手工，黑白领锭落洒，双色剑刃推作侯爷红了！一上乾坤。萧景琰不愿与我和离，家产纵我人亡，另一半归儿子悠悠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和儿子可以尽情享受生活，我再也不用窝在这黑沉沉的院子里，去当一个合格的侯爵夫人。接下来我的生命只属于我自己。